家好，因为过年的时候要工作，所以想提前来吃个年夜饭。那澳洲龙虾最近比较便宜，我们就来做一个龙虾云丹烧。首先取虾肉，把身体跟头分开来，中间接缝处的地方稍微割一下，转一圈，头就跟身体分开了。那头放在旁边，等一下来处理。然后我们把虾脚还有壳旁边那个刺把它剪掉，不剪的话等一下会刺到手。剪了以后呢，从边缘把腹部这个软壳剪开，左右两边都要剪，小心不要剪到虾肉。剪掉以后呢，这个腹膜就可以把它剥下来了。取虾肉的时候要小心慢慢弄，从尾部比较好剥。如果是做龙虾刺身呢，通常是把龙虾短暂的烫一下，就很容易剥下来。但是因为我要做烧烤，如果虾肉表面熟了，我怕等一下酱料裹不上去。虾肉取下来了，很漂亮。那来处理另外一尾，一样，先把两侧剪开来。有一把好的剪刀呢，处理起来就会很轻松。中间橘色的那个是虾线，把它抽出来，因为很滑，所以用抹布拉一下，这样虾肉就取好了。龙虾肉要撒一点盐，稍微调味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一道菜我们吃的是食材原味的清甜，吃的时候不沾任何酱料，所以我们先撒一点点盐。好了以后就放在冰箱备用，让它表面稍微干燥一点。虾肉好了以后就来处理龙虾头，把前面的须还有那个龙虾脚都先剪成一节一节的。等一下熬汤的时候可以放进去一起煮，增加味道。那虾头很多刺会扎手，要用布垫着把它抓紧，转过来从中间刺一刀对半剖，然后再翻过来再切一刀。那龙虾正面的壳非常硬，所以我们用剪刀剪就好，这样比较方便。打开来虾膏就留在壳里面。如果刚刚背面那两刀切的不好的话，里面的虾膏就会被剪得烂烂的。侧面的地方翻起来有鳃，那鳃里面容易有脏东西，因为它是过滤水的嘛。我们把它清掉，等一下吃起来的时候比较安心。你可以用剪刀剪，或是用手把它拉掉都可以。好，再处理另外一个虾头。这虾头弄起来里面有膏，非常漂亮。一样，把鳃都先去掉。那其实这个鳃看起来都还蛮干净的，因为在运送的途中它都泡在干净的水里嘛，所以其实已经做过一次清洗了。龙虾头处理好之后，就放在冰箱备用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磨海胆，做海胆酱。海胆酱今天两个吃法，抹在龙虾肉的外面去烤，做云丹烧，然后一部分呢做刷刷锅的汤底，最后留一排做冻饭。所以今天买一盒3种吃法，一餐全部用完。那今天买的是北海道海胆，我刚刚有试吃一点，很甜。等一下磨的时候小心口水不要滴进去。我拿到的食谱说呢，烤龙虾的海胆酱不要磨得太细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有口感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今天用在刷刷锅的汤底上，就要磨得很细，汤才会变得浓稠。那我今天做的时候没有掌握好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其中的差别。烤龙虾类似的做法，很多餐厅跟铁板烧都有做，就龙虾对半切嘛，cheese酱抹一抹，但绝对没有今天这个做法来吃得爽。
磨得差不多之后呢，要先把一半的海胆酱另外放进一个锅子里面，这等等是来做火锅用的。过程要小心点，因为海胆有点贵，我一丁点都不想流出来。这个汤头上桌之前我们再调，搭配的鸡汤我已经熬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就加一点蛋黄，还有一点点的味噌调味，味噌不要多，因为豆类嘛，烤了会苦。本来比例上应该是鸡蛋要少一点，海胆要多一点，这样酱料会比较浓稠，包裹龙虾的时候才能够厚厚的一层扒在上面。但是我海胆买的比较少，颜色也不够橘，所以我多加半个蛋黄调色，烤的时候多上几层应该可以，然后这个颜色也比较好看。好，接下来切那个海胆锅要的海鲜料，这个是红干鱼片。可能有观众想问，为什么每次都要用红干？因为我喜欢吃红干，而且海胆锅的汤底呢是属于比较清甜的嘛，所以要煮白肉鱼才比较搭。然后我们再切一点北海道干贝，片的薄一点，等一下稍微刷一下就能够吃了。然后干贝记得留一个，要切丁，最后做炸炊的时候可以放下去一起煮。再准备几只胭脂虾，壳先剥掉，等一下烫起来吃起来比较方便。那头留着只是好看。我们今天就不吃虾头了，虾头吃太多小心会中风啊。那海鲜盘就完成了。来炙烧乌鱼子，这个乌鱼子之前已经用高粱酒泡过了，这里只有1/4副，因为太太不吃，就我一个人吃不完。我喜欢稍微烤焦一点的香气，所以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最棒。萝卜、蒜苗是必然要搭配的。萝卜一样事先用纸巾把水吸干。那有一些人会搭配苹果片，我觉得那个太甜太抢味了。那来做粉丝煲，蒜头先爆香，那龙虾下去煎一下，刚刚那些虾饺呢也一起放下去炒一炒，炒出味道之后就倒鸡汤。鸡汤可以多放一点，因为等一下粉丝下去汤就会被吸干。盖上锅盖稍微焖熟。你虾壳往下，如果它那个虾黄掉进汤里面都不用怕，等一下都会跟粉丝和在一起。虾汤熬好之后呢，龙虾先挑出来，等一下再摆盘，然后放进沙茶、酱油跟糖来调味。那乌醋呢，最后下的早呢，会有一点点苦味。汤好以后就下粉丝，旁边的砂锅呢，一边就要烧热了，然后把龙虾整个脚垫在砂锅的最下面，这样你等一下放下去煨煮的时候，有东西垫着，比较不会烧焦。那你倒进去的汤看起来有点多没关系，因为粉丝等一下会继续吸嘛。那你就龙虾壳放回去，小火再煨一下。再来到重头戏，烤龙虾。龙虾沾酱之前要先用大火烤个几秒，让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白。这时候再来抹海胆酱，它才裹得住。表面高温，蛋白质才能够凝固在虾肉上，再加上一点梅纳反应，形成一层酥壳。
那烤的时候看到海胆酱稍微有一点凝固了的时候，就赶快再上一层，然后注意4个面都要沾到酱，然后4个面都要烤到。涂抹的均匀一点，尽量不要让那个酱滴下去，滴下去就很可惜。那有一定的厚度之后，你就可以抹多一点，一次多抹一点。抹完之后，你可以这样稍微敲一敲，抖一抖，抖掉多余的酱。那特别要注意两侧，如果没有涂抹均匀的话，切开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圈酥壳了。那如果看到有稍微一点烧焦，就要赶快翻面。烤这个龙虾完全是个技术活，我总共涂了大概8次吧，然后4个面要均匀受热嘛，所以2000多块的成本就在这个小炉子上转啊转。这烤起来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。剪接影片的时候也一直在吞口水。酱料不要浪费，全部涂上去就对了。烤好之后，我们就在旁边稍微放凉一下，等一下再切。另一半的海胆加入鸡汤，那我们不放盐，纯粹就是吃这个原味。那这边有看到有一点不够浓稠，因为海胆磨得不够细，现在赶着吃，所以来不及弄了。所以如果各位广告多看一点的话，可能下次我再做一遍吧。那冻饭排列一下，很快的炙烧一下，因为赶时间，我怕龙虾凉了，所以直接就在饭上炙了，导致白饭有点烧焦。那旁边就是鱼啊跟龙虾的一些边角料。好事多的鲑鱼卵真的蛮好吃的，我蛮推荐的。然后把最后一排的海胆放上去，刷一点酱油，冻饭就完成。好，要上桌了，终于要切龙虾了。这龙虾肉很紧，那个铁签要慢慢的往外抽。哇，你看那个外层的海胆均匀的包裹着龙虾，切开的时候还散发着热气。哇，切得我屏气凝神的。掉下来屑屑不要浪费。这海胆外层这个厚度好像有点稍显不够，但是你们看这个卖相，它绝对上得了年菜的台面。哇，真的很漂亮。好，今天的菜全部完成了，接下来要开动。